现金好报，现在就有好报。这是每周与您分享的好周报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超级有意思，甚至可以说是，有点不可思议的经济怪象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看下去。大家最近去超市买菜或是去加油的时候，是不是心里都在滴血？感觉钱包真的是越来越薄了，对吧？日常开销真的是一直涨一直涨。可是你如果打开财经新闻一看，哇，华尔街股市竟然在狂破历史记录，你心里一定会觉得，等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是活在平行宇宙吗？真的就是这么矛盾。对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说，坏消息就是通膨居高不下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实质薪资其实是缩水的，你赚的钱能买的东西变少了。但同一时间呢，华尔街那边简直是在开派对。好消息是，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双双冲上历史新高，这根本就是一个超极端的经济悖论嘛。我们先来面对一下现实的坏消息。根据最新出炉的数据，美国4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，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CPI， 年增率竟然来到了 3.8%。这不只是超乎大家预期而已哦，这可是整整3年来的最高点耶。而且更让人捏把冷汗的是，生产者物价指数也跟着在往上冲，感觉通膨率很快就会冲破 4% 的大关了。要知道，联准会的目标通膨率只有 2% 啊，这可是目标的整整2倍。既然通膨这么烫手，大家原本还在做梦想，说会不会降息，可以说是彻底醒了啦。现在期货市场的数据直接摊牌，高达 80% 的几率，联准会在明年4月的下一步动作绝对不是降息，反而很有可能是升息。降息的希望可以说是完全破灭了。讲到这里，你一定会问，既然大环境这么险恶，那股市到底在嗨什么？来，大家看看这个数字 1.1%， 这就是目前标普500指数的股息殖利率。1.1% 听起来没什么感觉，对吧？但大家知道吗？这可是自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以来最低的水准了。殖利率低到这个地步，就代表投资人根本不在乎配息，他们愿意用超高的价格去抢股票。这完全反映出现在的市场充满了一种极端，甚至有点盲目的乐观情绪。所以到底是什么神仙力量在背后撑腰？答案其实大家应该都猜到了，就是 AI。你看市场对第一季企业每股盈余成长的预期，本来大家估个14.4%就很不错了，结果现在一路狂飙到惊人的28%，这几乎是直接翻倍耶。而这股超级乐观的预期，主要就是那些大型科技巨头带头往前冲，在华尔街滚出了一个巨大又疯狂的繁荣循环。那为了这个 AI 梦，企业到底砸了多少钱进去？高盛给出了一个真的会让人下巴掉下来的预测数字，到了2031年，全球花在 AI 基础设施上的累计支出将会高达7.6兆美元。7.6兆啊，这真的是个天文数字。这代表美国企业现在正在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投资狂热，大家都在拼了老命，要把支撑这场 AI 革命的基础设施给盖起来。为了让大家对7.6兆美元有点概念，我觉得这句话形容的超级贴切。他说，这场 AI 建设的规模早就超越了当年的太空竞赛或是曼哈顿计划了。它其实更像什么？更像是19世纪那场席卷全世界的铁路大建设热潮。所以大家懂了吗？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升级而已，这根本是一次要彻底重塑全世界基础设施的史诗级大工程。既然 AI 长得这么神，这么厉害，那我们这种一般上班族最关心的肯定是：天哪，那我的饭碗还保得住吗？其实现在的劳动市场正处在一种很奇妙的僵局里，专家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做不招募也不解雇。白话文就是，虽然企业现在几乎冻结人事，不怎么招新人了，但如果你去看数据，其实整体科技业的裁员潮也没有继续恶化下去。
不过，我们还是得直球对决这个问题。当 AI 一天比一天聪明，一天比一天能干的时候，它真的会引发一场可怕的失业大屠杀吗？说实话，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曾经担心过自己的工作会被 AI 无情的取代掉？其实大家或许可以先不用自己吓自己。在这边，我要介绍一个超级有趣的19世纪经济学理论给大家，叫做杰文斯悖论。这个理论听起来有点拗口，但它的核心概念很简单，就是当某种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，也就是它的成本变低了之后，大家反而会增加对它的需求，而不是减少哦。我们拿历史上的例子来套套看，就秒懂了。当年蒸汽机刚发明的时候，让燃烧煤炭变得超级有效率。照理说，效率变这么高，应该可以省下很多煤炭不买了吧？错了。就是因为太有效率，成本降得太低，结果英国人反而烧了更多的煤炭，这最终直接带动了整个工业的爆发性成长。好，现在我们把煤炭换成人类的劳动力 ，AI 确实让人类工作变得很有效率，但根据这个理论，这很有可能会反过来刺激市场，让老板们对人类劳动力的整体需求变得更大。这可不只是纸上谈兵的理论哦，我们来看看血淋淋的真实数据。大家原本以为那些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职位，职缺需求竟然不减反增。你看，软体工程和会计的职缺都逆势成长了18%，连客服和金融业也都增加了9%。这数据很强烈的证明了一件事，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 ，AI 扮演的角色是人类劳动力的神队友和绝佳辅助，它还不是用来取代我们的敌人啦。虽然前面讲 AI 发展让人听了热血沸腾，但我还是得泼个冷水。现在这种股市创高、通膨也高的市场平衡，其实是非常脆弱的。眼前就有几个随时可能会引爆的关键未爆弹。首先就是川普与习近平的北京峰会，全世界的科技大厂，包含辉达的老黄，都在盯着看 H200 这款超强 AI 晶片的出口限制，到底会不会有转换的余地。另外，伊朗那边的冲突僵局也是个大麻烦，就让油价根本下不来，而高油价可是会直接狠狠冲击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通膨问题啊。然后就在这个多事之秋的节骨眼上，我们迎来了一位新任的联准会主席 Kevin Warsh， 他接下了鲍尔的棒子，而他现在面临的挑战，说真的，简直是地狱难度。他不但要想办法收拾现在飙升又不受控的通膨烂摊子，还得去面对殖利率已经飙破5%、压力山大的30年期美国公债市场。他未来的每一个决策，说的每一句话，都会死死地牵动我们未来的经济走向。总而言之呢，虽然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充满惊奇，但也充满未知数的 AI 大时代，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保持敏锐的观察力，多留意大环境的变化。以上是本期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点个赞并分享给同样关注股票市场的朋友。你的分享能让这些重要资讯被更多人看见，也能让我们知道这类内容是你们需要的。对于通膨与 AI 狂潮的现状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下方留言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确保第一时间收到最新影片通知。感谢收看《现金好报》，我们下周见。